英国首相鲍里斯在中国社交媒体用中文喊话普京，为何他要这么干？俄罗斯方面又是如何回应的？为何在乌克兰局势上，西方总是希望中国表明自己的态度呢？近日，一个名为英国首相的微博账号发文称，我们正处于悬崖的边缘，但普京总统还有时间退一步思考。我们敦促所有人参与对话，俄罗斯政府应避免做出对本国造成灾难性错误的决定。此则消息一时间迎来大量中国网友的评论，因为英国首相的微博官方的认证便是英国首相鲍里斯·约翰逊。也就是说，英国首相鲍里斯来微博用中文喊话普京，这一幕很是罕见。看以往的记录可知，鲍里斯在微博发文频率并不高，基本也只是谈论英国内政或者中英贸易往来，打打官腔。而这一次在微博上喊话另一国家领导人还是头一遭。另外，同样的消息也发布在了鲍里斯的个人推特上。还有一处细节值得注意。推特上发布的时间显示是在15号凌晨0点46分，而微博上发布的时间显示在15号下午2点50分。考虑到北京与伦敦8小时的时差，因而推特发布时间比微博早了6个小时。也就是说，鲍里斯在凌晨1点不到用英文对普京喊话，然后大清早6点多又用中文对普京喊话，可见其整夜都在心心念念这件事儿。这一罕见的迹象很值得细细品味，因为此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媒体大肆宣传俄罗斯将在16号对乌克兰发动进攻。作为美国政策的忠实拥护者，英国首相前一天在舆论上添一把火也不难理解。然而有意思的是，鲍里斯在推特上的喊话很快石沉大海，但是在微博上却得到了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官方微博的回复。俄驻华大使馆转发了鲍里斯的微博，并且连发2条评论。一条评论称，这是西方针对俄罗斯展开信息战，所谓的俄罗斯即将入侵乌克兰的歇斯底里情绪的声明十分荒谬。另一条评论则表示，俄罗斯没有进行任何重大军事活动，其部队驻扎在本国领土上，不对任何人构成威胁。这个回应可谓是针锋相对，一方面驳斥了俄罗斯将进攻乌克兰的言论，另一方面则阐明乌克兰局势的恶化其实是西方在背后搞的鬼。俄驻华使馆对鲍里斯的回应可谓是毫不留情。另外，俄驻华使馆回复时间也很有意思，俄罗斯人并没有选择在15号当天回应，而是在16号下午1时，而这个时间点也十分巧妙。因为按照西方的预测，16号凌晨3点将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进攻的时间。如果此时俄罗斯没有出兵，此前西方的各种谎言也自然不攻自破。当然，俄罗斯一开始就没有进攻乌克兰的打算。到了16号，俄军发表声明称，一辆载有军事装备的火车已通过克里米亚大桥返回俄罗斯永久基地。在克里米亚半岛进行战术训练的是南方军区部队，军事装备在被运回永久基地后将得到维护，为下一轮战斗训练做好准备。同时，俄罗斯红星电视台放出俄罗斯军队结束演习，乘坐火车穿过了克里米亚大桥，返回俄罗斯永久驻地的视频。紧接着，俄驻华大使馆转发鲍里斯微博并回怼，十分荒谬，一切都水到渠成，堪称教科书般的打脸。当然，对于俄罗斯的撤军，美英可是不认的。俄罗斯都把撤军的视频都拍在了他们脸上，美国务院立马却回应称，尽管俄罗斯发表了关于从边境撤军的声明，但美国对围绕乌克兰局势的担忧丝毫未减。因为美军发现俄军继续将部队增派到出发阵地，华盛顿未看到降级的迹象，因为在政府情报、商业卫星照片和社交媒体视频都没有证据证实俄军撤军。总之就是俄罗斯人说自己不会入侵，但西方非要说俄罗斯要入侵乌克兰。当然，在可预见的时间里，西方与俄罗斯围绕着乌克兰局势恐怕还要争论很久。而此次事件最为新奇的一点是，中文社交媒体成为西方与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博弈的新战场。有意思的是，无论是鲍里斯的兑现，还是俄罗斯驻华使馆的回怼，都在微博上获得了上万的转发与评论。相比之下，鲍里斯在推特上相同的内容，其互动量只有几千。尽管乌克兰局势与中国没有直接关系，但在中国国内依旧受到很高的关注度。
从其回复量就能看出来了。另外，在乌克兰矛盾伊始，西方就不断试图拉中国入局。像此前，美国就要求中国去劝说俄罗斯不要发动战争，进而还威胁中国，若帮助俄罗斯，将会承受来自国际的压力。而中方的回应则是支持俄乌对话，反对西方故意渲染战争氛围。从此事件中，我们也能看出，如今的中文话语权也在进一步提升，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其他国家在微博兑现了。就在上个月，中俄伊三国军演之际，美国驻华大使馆微博账号就连发小作文，批评俄罗斯在乌克兰局势上的不是。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同样在微博上回应，考虑到了西方国家针对俄罗斯和中国的制裁政策，但其未对两国关系造成影响。而在2020年初的时候，美军派遣无人机暗杀伊朗高级将领苏莱曼尼，同样引得伊朗驻华大使馆微博上兑现美国驻华大使馆。现如今，西方会在一些重大国际事务上希望中国表明自己的态度，如果没有得到官方的答案，就会试图引起民间关注。实际上，西方通过对另一个国家发动信息战与舆论战来获得自己想要的，已经是路人皆知的事儿了。就在不久前，媒体还爆出，美国方面专门拨款5亿美元，用于为海外受众制作批评中国的新闻报道。而参议院的版本则设立了对抗中国影响力基金，要求未来3年拨款15亿美元，专门奖励那些批评中国“一带一路”倡议的报道。这说明，在今后，西方会利用中国的媒体平台频繁发声，但有些可能就是抱着舆论战的目的而来。舆论战看似不会擦枪走火，实际上有时候杀伤力惊人。就算在战争中，舆论战也是一种常规手段。早在冷战时期，美国就利用各种舆论渠道来对苏联进行负面报道，最终苏联在这样的压力下最终崩塌，可见舆论战的可怕之处。只不过，如今西方对中国的舆论战似乎火候还不够。从鲍里斯下面中国网友的评论几乎一边倒的嘲讽西方，以及俄罗斯驻华使馆的微博下中国网友一边倒的支持来看，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吃这一套。另外，西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同样大打舆论战，通过虚虚实实的报道，把俄罗斯描绘成一个十恶不赦的侵略者。正是在这样的宣传攻势下，反而西方变得骑虎难下，只能口头上逼着俄罗斯出兵。有分析认为，西方舆论战失败的原因在于，始终想保持对其他国家高高在上的态度，只会通过铺天盖地的负面宣传来达到目的，最终只会引起他国民众的反感。